汝既为神仙，何以下跪？公元250年，东吴赤乌13年，发生在东吴朝廷旷日持久的党争终于落下了帷幕。已经垂垂老矣的孙权决定大开杀戒，他最终选择了残酷处理缠斗的双方，太子孙和被废，鲁王孙霸赐死。而这场二公相争，事态早已经失控。丞相陆逊卷入二公之争，被孙权屡次批判谴责之下，悲愤而死。太子太傅吴粲因与陆逊通信交流信息，也被关押入狱，最后死于狱中。太子的生母王夫人被孙权责骂，一郁之下暴毙而亡。太子党的首脑人物顾谭、顾城等人或下狱，或流放，或被杀。鲁王党的权继、吴安、孙琦等人被孙权下令诛杀。二公之争的最后以一场残酷的大清洗做结尾。目前史学界普遍认为，这场政治斗争导致了东吴大批精英的陨落，以至于东吴政权都陷入危亡的地步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东吴会爆发如此长时间大规模血腥的政治斗争呢？为什么平稳执掌朝堂20多年之后，孙权反而变得如此激进呢？为什么一向被称为屈身忍辱的孙权，到了晚年却不再忍了，变得喜怒无常呢？如果想要追溯答案，那就必须回到孙权刚刚成为江东领袖的那一天。孙权的父亲孙氏，吴书说他们家世世代代在东吴当官，这只不过是一种美化的说辞。孙家的实际背景比刘备还草根。要真的是在当官，孙权的爷爷也不至于因为卖瓜不要钱而被记录下来当作美谈。虽然孙权后期面对曹操、刘备的时候好像很怂，但实际上整个孙氏家族在东汉末年风云激荡的年代里，突出表现为一个莽字。孙权老爹孙坚17岁出来混社会，遇到一伙不法分子，第一感觉竟然是兴奋，认为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，并且不怕死的跟上去，亲手砍了一个脑袋回来。出名之后，孙坚混上了官绅，历任盐都城、盱眙城、下邳城，看起来好像是个正经父母官，但干的主要工作还是剿匪、打打杀杀。黄巾起义之后，孙坚带着自己从老家招募来的半大小子、无业游民和跑商旅的，也参与到剿灭黄巾的战斗中去。此时的孙坚一如既往的生猛，即便已经做了指挥员，但还是喜欢带队冲锋，经常亲自冲入战阵，撕开一个口子。孙坚凭借着自己老家带来的亲戚和乡里，在这场乱世之中一点点的争地盘、博身份。站在后来人的视角，我们当然可以说孙坚是一只猛虎，但在当时人们的眼中，孙氏只不过是来自杭州地区的一股比较能打的草莽罢了。在大汉，这样的宗贼豪强太多了，如果听话就给个一官半职，如果不听话就处理掉。朝廷哪年不得剿灭个10几伙的山贼？例如刘表单骑入荆州的时候，漫山遍野的宗贼，刘表只需要控制几个关键人物，就能把整个荆州大大小小像孙坚一样的豪帅全部拿捏。许褚在北方打黄巾的时候，也是带着亲戚子弟，数量是几千家，那不比孙坚的人多多了？因此在这种境地下，孙坚想要成为最终的破虏将军，可谓是刀口舔血，难上加难。所以他才会积极参与讨灭黄巾军，用人头换前途，所以他才愿意带着自家子弟去凉州苦哈哈的对付胡人。所以当董卓势大，18路联军都不敢冒头的时候，是孙坚带着自家的后生冲入敌阵，穷追猛打，跟那些残暴的西凉军厮杀。这种敢打敢冲不要命的法则，替孙坚和孙氏家族在接近异常固化、世家大族云集的东汉占据了一小块位置。那孙坚的这种特征是孙氏家族的个例吗？不是的，应该说整个老孙家都有猛人的基因在。孙坚儿子孙策，人称小霸王，一箭射中敌人面门，一嗓子把敌人吓得坠马而死，也都是日常操作。孙坚遇刺之后，部曲全部被袁术扣下，孙策几乎可以说仅凭一己之力横扫江东，屡战屡胜，平生未逢一败。那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孙权呢？实际上他也有老孙家传承的莽和勇。《三国志·张昭传》当中记载，孙权年轻的时候喜欢打猎，尤其喜欢骑着马射杀老虎，享受连人带马暴露在老虎爪牙范围之内，吸引老虎出来搏斗的快感。所以打猎的时候经常发生老虎突袭攻击马匹的情况。
张昭劝他，他也不听，反而变本加厉，拿武器亲自与野兽搏杀，感受战斗的快乐。苏轼所谓亲射虎，看孙郎，指的就是少年孙权。另外一些孙家子弟也有这样的特征，例如孙坚的弟弟、孙策的叔叔孙敬，在攻打江东受阻的时候，第一反应是我要亲自带队冲锋。孙权的弟弟孙毅，《三国志》称他为骁悍果烈，风格气质一点都不输老爹孙策和二哥孙权。孙家子弟到底有多强？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需要我们下结论。早在同一时期的曹操和袁术两位大佬就已经发出了感慨，一个说生子当如孙仲谋，另一个说史树有子如孙郎，死复何恨。当孙坚打跑董卓，第一个攻入洛阳，试图恢复大汉秩序的时候，他已经不是一伙草莽的头头了，而是那些大人物嘴里的英雄。只不过大人物们只愿意口头上施舍两句。孙氏草莽起家，天然的就与统治阶级存在着各种矛盾。只不过在面对黄巾军和董卓这些共同敌人的时候，大家还能暂时坐下来说说话。大士族和大官僚看不起孙坚的主要原因，除了出身低，另外就是孙坚对秩序的破坏无比之大。这种破坏秩序，往小了说，强抢民女。孙坚看上吴家的大姑娘，想娶人家，吴氏不同意。孙坚发狠，竟然想杀人满门，吓得吴氏女说出“不要因为我而导致家族灾祸”这种话。往大了说，是残害忠良。孙坚即便已经是朝廷任命的长沙太守了，但却还保持着土匪风格。比如荆州刺史王睿在和孙坚一起工作的时候，言语轻慢，这件事儿让孙坚记下了。后来孙坚路过王睿的治所，混在一伙乱兵之中，趁机扣押了王睿，要王睿自杀。王睿问我何罪？孙坚没有正当理由，却还振振有词说你丫无知就该死。最终王睿被逼饮毒酒而死。这还没完，继续北上的路程当中，孙坚又路过南阳太守的张咨地盘，给张咨说我快不行了，你赶紧来我军营，我有重要工作转交给你。结果张咨一到军营，孙坚立刻蹦起来又打又骂，完事儿几剑把张咨砍死。王睿和张咨是朝廷命官，是士族代表，更不曾有什么过错，就是因为没礼遇孙坚，结果横死当场，这合理吗？了解了孙坚的这种性格特征，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当孙坚第一次见到董卓的时候，心里嘀咕的是怎么当场弄死他，也解释了为什么当袁术断了孙坚的物资之后，孙坚会愤怒的连夜奔驰100里去找袁术要个说法。这也解释了当孙坚的性格让所有人都感到忌惮的时候，那结局已经注定，他会死于报复，被他曾经破坏秩序而形成的那些仇家所报复。因此我们能看到原长沙太守孙坚被另一个长沙太守黄祖埋伏，遇刺身亡。同样的，孙策也像孙坚一样喜欢杀人，并且专杀大官和名人，越是世俗意义上受到敬仰的，他就越喜欢杀。高岱是大知识分子，在与孙策交谈的时候，孙策误以为高岱瞧不起自己，当即下令关押起来。结果乡里士人都来给高岱求情，孙策更是发怒，随即下令杀人。于吉是一个快100岁的老医生，生平治病救人没得说，经常医护将士，当地的干部群众都很感激很崇敬。结果因为孙策请客吃饭的时候，宾客都跑过去给于吉磕头行礼，而不搭理孙策，便让他动了杀心，并且谁劝都不好使。孙策的母亲来劝不行，部队将领联合请愿也不行，孙策一定要杀了于吉，而且要砍下脑袋挂在闹市口警告众人。许贡是吴郡的都尉，一方长官，他写信给曹操要注意孙策，提前做好应对孙策的准备。结果被孙策知道之后，让武士把许贡勒死。孙策像他爹一样在江东杀来杀去的结果就是，本来就是外来户的孙家，统治基础异常不稳定，整个江东人非常不服。严白虎不服，率领宗族起兵闹事；鲁郎不服，带着亲戚子弟攻击孙策；陈登、陈元龙不爽，准备做局颠覆孙策。被孙策残杀的许贡的门徒更是不服，其中有3个人本着以血还血的态度，以区3人的性命为赌注，做好埋伏，最终在野外成功刺杀了孙策。孙策像他爹一样死于仇家报复。然而孙家并不是只有这2个人冲动和莽撞，应该说这是孙家原生家庭带来的不可规避的问题。除了孙坚、孙策横死之外，其余孙家子弟当中，孙毅死于仇家刺杀，孙和死于仇家刺杀，孙浩一时冲动准备造反夺权，孙辅受了委屈，一怒之下投敌。孙家在战场上的优点，此时全变成了缺点。战场上的勇敢变成了处理内政时的莽撞，屡屡处置失衡；打仗时的果敢变成了政治操作时的血腥，整个江东离心离德。就连孙权本人也在多年之后
差点被身边人刺杀。在孙策被刺杀而把江东基业交给孙权的那一瞬间，孙权就已经明白了，如果孙家想要在江东立足下去，那么屈身忍辱几乎是自己唯一的选择。而将死的孙策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。当手下的班子成员建议三弟孙毅接班的时候，孙策并不赞同，他更中意老二孙权，并在冰榻上给孙权谆谆教导：率领子弟横扫疆场，逐鹿天下，你不如我；举贤任能，团结同志，稳定统治，我不如你。或许孙策死之前曾对孙权这样说过：老二啊，不要再像咱爹和我这样莽撞，领袖已经不再需要冲锋陷阵了，把人都团结在你周围，安排合适的人干合适的事儿。孙家能不能在江东保全，就全看你了。事实上，在江东，孙氏本来就是外来户，而且家世低微，而且还有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，压根儿就不是江东士族的理想君主。可是，在命运的交汇下，两者还是结合在一起，成为了利益共同体。18岁的孙权上位，面临的是一个异常棘手的局面。为了稳定统治，并非本土家族的孙氏必须依靠江东世家大族的支持，因此他也只能积极地拉拢江东士族。此时，本土派的吴郡四姓及陆、顾、朱、张四家作为江东世家大族代表，站到了孙氏的背后，成为了东吴的重要政治与经济力量。而吴郡四姓也都收获了孙权的巨大回报，家族子弟都被委以重任，大胆放权。但问题又来了，君主和门阀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。孙权成为共主，尤其是称帝之后，想要的是集权，而江东大户和豪门贵族想要的是获得独立性，这本来就是南辕北辙的。因此，东吴政权持续的时间里，孙氏和其他世家大族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。孙权也曾经试图改变这种现状，历来加强君主集权，一靠改革，二靠战争。孙权本来有条件解决这个问题的，可是几次对外战争失利，让他丧失了最好的机会。后来在各种因素的掣肘之下，孙权已经无法面对世家大族这个日益庞大的群体，更无力解决，只能巧妙周旋，寻找一个平衡点来维持大体的稳定。因此，战争不能增加威望，那就只能靠整治内部。所以在忍了20多年后，在忍耐无人进宫拜我，出门就拜你张昭之后，在忍耐陆逊儿子迎娶张昭孙女及江东士族与怀四集团互相联姻之后，在用纪燕案、吕义案打击士族集团而没有效果之后，恰逢培养了多年的元太子孙登去世，孙权开始惶恐了。他惶恐于父亲兄长死于仇家刺杀，惶恐于世家大族互相联姻，惶恐于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屈身忍辱，更是惶恐于未来孙家的接班人可能镇压不住这些大族。于是他最终决定要把这些大族都带走。随后，孙权抛出2个皇子，一个孙和，一个孙霸，让百官和大族尽情地进行政治投机、站队和互相攻讦，然后继续耐心等待，用7年的时间，等到老一辈士族领袖凋亡的差不多了，等到朝堂上的派系分化已经很明显了，等到兴起大狱的时机允许了，孙权随即大开杀戒，展开大清洗。陆逊之死其实是死于自己世家大族的代表，屁股天然坐在反集权这一边。无论他在东吴有多大的贡献，最终孙权还是不能容忍这样人物的存在。所以孙权晚年昏聩了吗？性情大变了吗？都没有，只不过是一只江东猛虎忍了一辈子，在临死前决定布下一次精妙做局和一次殊死的反扑罢了。